在四川古蔺的大山深处，我意外发现了一座神秘的四合院，隐藏在黄金老林之中，方圆几里不见人烟。如果不是通过无人机，真不敢相信，在这个深山老林里，竟然隐藏着一座豪华的四合院。这般规模与气派，房子的主人必定家世显赫，祖上非富即贵。究竟是谁隐居在这深山老林里？今天就跟着镜头，我们去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乐，我现在来到四川果岭的大山里面，那座四合院就在我身后的这座大山之上。我们要沿着这条小路一直上山，大约走1个小时吧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出发。今天又是爬山的一天，因为它在山上嘛，我们要一路上山，没有平地的，一直向上。这条路还是比较好走的，它比较干净，因为之后人家有人居住嘛。他们经常会下来，然后上去把路踩得特别的光滑。我看到前方这里有一个蜂桶，上面还有很多的蜜蜂在爬来爬去的，这里面它是有蜂蜜的。我们上山的路啊，它全是这个步梯，这个步梯呢，就是那户人家用那个锄头一锄一锄的给它挖出来的。这个全是那种泥巴，下雨的时候这个应该有一点打滑，还好今天太阳比较大，最近都没有下雨嘛。其实走在这种地方还是蛮舒服的，因为它是在森林里面，这个太阳它是照射不到的，还是比较凉快的。但是累还是累啊，汗水还是一直往下滴啊，因为它真的是太垂直了。这个地方这个路好垂直啊，它是这个石梯路。这个几乎垂直90度了，这上面还有一棵板栗树，我们看看这个树有没有结板栗啊？这个它就是板栗，野生板栗比较小，这个应该是被松鼠吃掉了，松鼠特别喜欢吃板栗。看这个位置，它这个地方硬生生的在石头上给它找了一条路出来。住在这种大山里面也是比较不容易啊。他们家还比较细心，这个石头上还打了这个防滑的。你看这些石头，全是人工开凿的石梯，这应该是他家的祖辈开凿出来的。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个路，特别的陡峭，它这个石梯路全是人工开凿的。人工用那个钻子一锤一锤的，慢慢的给它凿出来的。哎呦我去，今天太阳太大了，它有的地方还是被太阳晒到的，这个汗水啊，不停的往下流。他们住在这上面，真的平时出入也太辛苦了吧。哦，电线杆子就从这里拉上来的，这上面的电线杆子是这个木桩。这个地方总感觉涨水的时候有那个水冲刷的痕迹，挺吓人的这个位置。而且这个山好垂直啊，你看这四周全是这个岭明起伏的大山，全是这种原始森林，这上面肯定有很多的野生动物。我终于走上来了，前面就是四合院了。不知道主人有没有在家呀？这个地方种植的是姜，边上种了很多的白菜。我们到他家房子里面去看一看，我们看从哪里过去啊？这里也是一大片的白菜。他这个地方好像是过不去，边上这个应该是不知道干嘛的，可能是养牲畜的吧。这个好像废弃了。他主房子在那边，我们从这边绕过去。这里好像过不去了。这个地方种植的也是白菜，边上这些玉米已经收割了。哇，这上面很凉快，风特别的大。它在这上面还有一些水果的树，有一些乡村这里。
哇，这个地方真的好舒服啊，空气特别的好。这上面就是他家的菜地，这棵树好像是梨树吧。这里有一些茄子，住在这上面都不需要买菜的，他家种植了很多的蔬菜，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。他家从这里下去，这里有几棵芭蕉，这芭蕉还结了一个，你们看这个果实，像不像那个香蕉？我还发现了一个东西，这个好像只有我们贵州才有，这个是叫草果吧？这个是用来给它晒干炖肉的，但是他家好像都不要啊。我看到上面已经烂掉了，他都不要。你看好多啊，全是。这个用来炖肉、炖的猪脚那些很香的，他家居然不要。这里有一个石头垒起来的，这可能是养牲畜的。上面这个已经塌掉了。我们看他家的房子，上面盖的是小青瓦，下面全是木质的。这里从侧面，你看他家这个房子好长啊，这个位置，这应该有50-60米吧。这个长度50米左右肯定是有的，而且这些房子啊，已经长了一些青苔了。这房子应该有300年的历史了，历史比较久远的。这就是房子的侧面，我们到正院里面去看一看。边上这里有一些很原始的工具，但是已经废弃了。这个是用来打稻谷的，但是已经烂掉了。这个是吹风机，用来吹稻谷的壳。这里有口水缸，我看着还在流水。哇，它做这么高，居然还有自来水，神不神奇？而且这个水好清澈，特别的干净。这里还洗了一些辣椒。我们看主人在家吗？你们现在才吃饭呢？啊，快吃啥吧，将就吃点算了。我刚吃了上来。早点吃嘞，快走。好，谢谢。我也要给你吃的。我不要，我吃了。两个不要，我吃了，我刚吃了上来，不一点不哦。吃点草嘛。吃草。哦，好，可以。吃饭嘛就吃草。好，谢谢。你不要讲究。哦，没有，我一般都比较随意的。哎，帅，你们在这上面住了多久了？哦，住噻，妈也住。自从我来就住是60多年了。60多年了。我都67、68了。那这个房子是哪哈儿建的啊？这个房子噻，就还早不多啊。还是有100年了，有100多年了。这家房子是老年的。哦。那会儿老祖先人去了嘛。哦，就老一辈的人立的房子。对，老祖先人去嘛，最子心理残疾了嘛。我看到这房子是一个4合院的格局啊。啊。可能房间很多吧，有多少房间了？房间是配有50-60个哦。50-60个房间。几十个房间是。房间又多。哦，房间特别好多。那你家有几口人呢？我家有4个小的啊，2个大人。6口。哦，有4个小孩儿。小孩儿都出去上班了吗？上啥班哦？走泸州租房子送娃儿读书。哦，就是带小孩儿上学嘛。全部都已经成家了，都成家立业了。我都是结过女儿了，在赶紧成家了的。哦，都成女儿了，然后都成家了。哦。那你们现在就是老2口儿住在上面。可以啊，你这。好难得爬哟。这上面可以啊，空气好。哎，空气好。这上面你看你种了很多蔬菜，菜都不用买，就是平时下山可能就买点盐巴那些嘛，买点儿盐巴、油叶这些，其他的菜这些我们买。还是自己种。那种稻谷没得？稻谷啊，大米啊。有。稻谷也种了有。大米嘛，就是买起嘛，得煮来吃嘛，这会儿是买一次。哦，要买一次。买起嘛，又背起怕这坡上就。没有做了。就是上来拿的背子上面。就是。那你们平时可能也很少下去吧？就是买点东西才下去噻。就到黄金镇上买。
没有，就是你那头哦，就是那个山脚下。对，哦，山脚下有小梅不？啊，车子拉你进来。这背点儿啥子就要需要东西嘛，你买的嘛就下去背买呀，其他你平常时候懒得下去，哦，下去又懒得爬坡啊，都是。那你们每年种的庄稼是蛮多的啊。啥子多啊？好多是家里种光水儿出点儿来，哎呀，害老些凶得很，还老凶得哈。害老野猪啊、猴住子啊在这这些凶得也很哦，他妈为了生个喂鸡啊。就是兔子、野猪很多嘛，上面啊。有哦，有一种有熊没得？老熊有还叫老熊还扣不起的。没有，没发现啥子。反正主要有一种。野猪比较多。对，野猪现在山里面都比较多，因为这后面全是山林嘛。这个位置就是他家的后院，我们能看到他家的后院有一排的水缸，这个水缸好多呀。它这个水缸应该有2个作用。以前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家族，住的人比较多，这个饮用水可能不够用，然后就开凿了很多的水缸。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这个房子它是木质的嘛，就怕着火，着火的时候有很多水缸嘛，就可以及时的给它灭火，应该是起到这2个作用。这个房子真的是非常的古朴啊，古色古香的，100多年的历史。这里有一些板凳儿，哇，这个好神奇啊！你们知道这个是啥吗？这个也是石头开凿出来的缸，这里面应该也是存放东西的，它是圆的，就一大块的石头给它开凿出来的，这应该是用来打年糕的。这里有个风筒，有蜜蜂在飞来飞去的。你看这个水缸还有盖子。房子很多房间全是空着的，就只有这左边他们在居住，因为这上面很多房间嘛，40-50间，然后他们就2口人也住不了多少。他家的小孩也全部嫁人了，已经成家立业了，然后就他老2口在这上面过着这种世外桃源的生活，特别的羡慕这上面，因为这上面真的空气特别的好。你没看到他们已经60多岁了，看起来特别的年轻，说明这个地方很养人。啊，跑了9个，自己接那个树树上讨下来，3岁接了林子。哦，跑的林子酒。哎，你喝一口。我不喝酒，我不喝酒，要让我开车。就这里头的，你看嘛。那哦，就蜂蜜哦。真资格好风筒。我们之前真就给的。哇，全是蜂蜜。哇，这个真正的蜂蜜哦。啊。这一瓶是2斤哦。哦，对，2斤。啊，1斤的2拿外哦。朋友们，这个地方真的是太舒服了。住在这个大山里面，空气特别的好，主要是它这上面不缺水，水是很充足的，真正的山泉水，而且边上有很多的土地啊，他家可以种玉米、种蔬菜那些。以前他家也有种稻田的，现在年纪大了就没种，因为这上面是有水的。他们家没有喂猪，养了有一些鸡，然后他们平时下山就买点盐啊，买点调味品，然后买点油，其他的菜全是自己种的，真的是过着与世隔绝。真正的世外桃源呢，真是一个隐居的好地方。如果这个地方让你们居住的话，你们能住多久？好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